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国际间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消息。川普声称习近平亲口承诺，只要川普在任，中国就不会对台湾动武。这听起来彷佛是电影桥段两大强权领袖间的博弈与默契，但是这句话背后藏着哪些玄机？是真正的和平保证，还是国际政治角力的一环？川普一席话引发了无数的疑问。习近平为什么要给出这样的承诺？这承诺有多少可信度？如果川普不在位了，台湾是否就岌岌可危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场围绕台海的权力游戏，看清表面和平下的暗流汹涌。首先，让我们回顾事情的缘起。在2025年8月中，川普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爆料了一件震撼国际的事情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告诉他，只要你还是美国总统，我绝不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。川普谈话中还提到，他对此回答，我很感谢。而习近平补了一句，但我很有耐心，中国也很有耐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川普随后强调，他相信在自己掌权期间不会发生中国攻打台湾的事。他甚至把当前的两大国际危机做了类比，乌克兰战争与台海危机。在他看来，普廷敢于入侵乌克兰，是因为川普本人已不在白宫。同理，他相信习近平在他任内也绝不敢对台湾轻举妄动。川普一番话，语带自信，似乎将世界和平与战争的开关握在自己手中。这种说法听起来颇让人安心。毕竟，如果世界头号强权的领袖能用一己之力下阻战争，何乐不为？然而，国际政治远比一两句私人承诺复杂。习近平真的会因为川普在位就永远放弃武力犯台吗？亦或这只是权宜之计，等待下一个更好时机？我们不妨循着时间脉络，从川普与习近平交锋的历史，以及台海局势的演变，来解析这份不动武承诺的真实含义。时光倒回川普首次执政的年代，2016年底，川普当选总统后还未就职，就破天荒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。这一通祝贺电话打破了美国自1979年与台湾断交以来的外交惯例，北京当局大为震怒，视之为对一中原则的挑战。然而川普当时态度强硬，甚至一度暗示一中政策都可以拿来谈判。想象一下，北京高层听闻此言有多么心惊。一边是准备上任的美国总统公然把北京最在乎的底线当作谈判筹码，另一边是北京担心美方对台政策出现戏剧性转向，那可是个火药味十足的时刻。不过现实很快出现转折。2017年初，川普在与习近平的正式通话中还是重申了奉行一个中国政策，等于吃下了定心丸。为什么前后态度出现软化？不少分析认为，川普当时想在北韩核武问题和贸易上争取中国合作，所以决定不在台湾问题上过度刺激北京。这也透露出川普作风中强硬与务实并存的一面，他敢于挑战常规来争取美国利益，但同时也会在必要时做出让步以换取交易。川普任内的台海局势表面上风平浪静，暗地里却波涛暗涌。2017年，川普与习近平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会晤，两人当时称兄道弟，共进饭宴。川普还说他和习主席建立了特殊的化学反应。那场宴席上，川普突然告知习近平，美军刚对叙利亚发射了59枚导弹。据称习近平闻言一愣，随即点头表示理解。这个小插曲被川普阵营渲染为一次向北京展示武力决心的时刻。然而除了这种秀肌肉式的震慑外，川普在台湾议题上反而显得相对克制。虽然他政府时期持续对台湾出售军备，通过台湾旅行法等友台法案，美台官方互动略有升温，但川普本人很少公开高调谈论台湾，更没有在是否出兵保卫台湾上给出明确承诺。他曾被记者问及，如果中国武力犯台，美国是否会介入阻止时，川普选择了模糊以对。他说，我从不提前预告行动，因为不想让自己陷入某种处境。这番话延续了美国的战略模糊，政策既不明讲会军事驰援，也不明讲不会，让对手猜不透。但对某些台湾民众来说，这种模糊也让人心里打鼓。川普真到关键时刻会不会出手相救？
2018年至2020年间，美中关系因贸易战、科技战跌入紧张，新疆人权与香港问题也冲击着双方互信。然而台海并未爆发明显的冲突，北京方面继续高调宣示对台主权，解放军不时在台湾附近海空域军演秀肌肉，但还算克制。2019年，台湾的总统大选将至，北京透过种种手段企图影响台湾民意，包括在媒体上对台湾执政的蔡英文总统大肆抨击，声称蔡政府朝台独方向迈进。然而这一年发生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却给了台湾人民一记警钟，他们亲眼目睹了北京对香港民主抗议的强硬镇压，许多人因此更加珍惜台湾的自由体制，对一国两制模式彻底失去信心。结果蔡英文在2020年初的选举中高票连任，北京对此虽然不满，却也暂未采取激烈行动。毕竟彼时新冠病毒疫情刚刚爆发，席卷中国和全世界，北京自身难保，暂时无暇他顾。川普政府则深陷防疫不力的泥淖，忙着向北京甩锅。一时间，美中在贸易上的口水战变成了病毒起源的口水战。但即便如此，台海局势仍维持着微妙的均衡，有口舌拳脚，无真枪实弹。然而在幕后，军事上的较量从未停歇，就像风平浪静的海面下，可能隐藏着汹涌海流。解放军利用这段时间飞速提升实力，造舰如下饺子，飞弹部队精进准头，登陆作战演练频繁进行。美国这边，川普政府也在持续对台出售先进武器，包括 F-16伏战机、MQ-9 无人机、岸置鱼叉飞弹等等，协助台湾提升不对称作战能力。同时，美军舰艇定期穿越台湾海峡，宣示航行自由，对北京形成常态化压力。可以说，双方都在未雨绸缪，为可能的冲突做准备，只是都控制在低调范围，没有引爆公开冲突。川普任内的台海呈现一种表面冷静、底层对抗的态势，领袖们或许礼尚往来，但军机军舰却你来我往，彼此试探对方的底线。真正让台海气氛急速升温的转捩点出现在川普离开白宫之后。2021年1月，民主党籍的拜登总统接任，新政府虽然对台政策主轴仍是延续支持台湾，防止单方面改变现状，但美中关系因人权、价值观议题更加对立。拜登上任不久，中美高层在阿拉斯加会谈时公开唇枪舌剑，场面火药味十足。到了2021年下半年，北京在台海的军事动作日益频繁，大批次解放军战机几乎天天绕台飞行，不断刷新单日架次纪录。2021年10月，解放军数日内出动上百架次军机侵扰台湾西南空域，让台北和华盛顿都绷紧了神经。许多人开始担心，北京是否在为将来动武热身，还是试图消磨台湾空军的战备耐力。台海局势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2022年8月，那时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北京强烈警告，坚持访问台湾。要知道，佩洛西的职位是美国政坛第3号人物，这是25年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美方官员。北京将此视为美台关系重大升级，雷霆大怒，放话玩火者必自焚。佩洛西飞抵台北当晚，全球屏息以待，生怕解放军做出过激反应。结果是，北京选择在佩洛西离台后，以军事演习做出强硬回应。解放军在台湾周边6大片海域同步实弹军演，发射的东风飞弹飞越台湾上空，落入日本附近海域。数十架战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，直逼台湾附近。多艘战舰在台海绕行，模拟封锁。那几天，台湾庞佛被半圆形的军事包围网团团围住，局势紧张程度为数十年之最。有人形容第4次台海危机就此爆发。幸运的是，这场剑拔弩张最终没有演变成真枪实弹的冲突。解放军演习几天后宣告结束，但台海安全的神经已被绷到了极致。国际社会不禁要问，如果当时白宫主人还是川普，佩洛西事件以及随后的军演风波会发生成这样吗？川普自己是这么认为的。在他看来，一切本可以避免。川普不止一次暗示，拜登对中国的软弱导致了台海局势恶化。他声称，如果自己当总统，根本不会有人敢对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下手。
不仅台海如此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在他任内也不可能发生。事实上，他公开讲过，普廷不敢在我当总统时打乌克兰。川普塑造的形象是明快而强硬的，他是一位让对手又怕又敬的领袖。而现在，他再次手握美国最高权力，便急不可耐地向世人宣誓：看，只要我在，习近平就不敢来犯。这番话既是在向北京喊话，也是说给华盛顿的政敌和选民听。他等于在说，你们瞧，我才能让世界保持和平，别人只会让战争发生。那么，习近平真的是被川普的强硬吓住了吗？还记得川普提到，习近平向他表示，我很有耐心。这句话非常耐人寻味。向来谨慎的北京领导人，很少轻易对外国元首做出明确承诺，尤其涉及台湾这等核心利益问题。如果习近平真的对川普说了，绝不在你任内动武，那背后可能有几种考量。其一，战略上拖字诀，避其锋芒。习近平或许真认为川普在位时不是动武的好时机。川普个性难以预测，曾经动用武力惩罚叙利亚，又公开放话，我的核按钮更大更好用。谁也不敢100%确定，万一台海开战，川普是否会采取某种疯狂行动，比如直接对中国本土发动攻击。在2020年，美国媒体就爆出川普曾私下威胁，如果中国侵略台湾，美国会炸掉北京的惊人言论。尽管这话未经证实，但足见川普阵营放话之强悍。如果你是习近平，听到对方如此表态，心里会怎么想？北京距离台北有1600公里，看似遥远，但在洲际导弹面前根本不算什么。而且美军在亚太有强大的基地和舰队，真要开战，中国本土遭受打击的风险很高。没有人敢轻启战端而不担心本国安全，习近平当然也会慎之又慎。因此，向川普保证暂不动武，可以避免刺激这位美国总统做出过激反应，相当于买一份安心保单。其二，争取外交缓冲，离间对手阵营。习近平的承诺也可能带有策略性安抚的意味。川普这个人吃软不吃硬，如果北京表现出某种善意，比如说，放心吧，老友，我不会在你掌权时搞事，川普也许真的就放松了警惕，从而减少在台海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。事实上，有美国政坛消息传出，川普在任内曾对亲信说过，习主席答应我不会打台湾，所以不用担心台湾啦。这导致川普政府内部对加强台湾防御的紧迫感不足。当时一些国安官员评估中国威胁日益上升，建议大幅强化美台军事合作，但川普本人并没有特别热衷推动。毕竟在川普眼中，习近平算是他的朋友，他相信这位朋友的话，而朋友间讲信义是川普一贯自诩的风格。然而独裁者的承诺有时不值一文，这一点历史早有教训。英国首相张伯伦当年手握希特勒的不扩张，保证满心欢喜，以为欧洲能和平，结果纳粹很快就撕毁承诺，点燃二战。普廷在入侵乌克兰前，也曾向各国领袖信誓旦旦说没打算动手，转眼就大军开进。习近平的不动武承诺是否可靠，外界自然存疑，但川普倾向于相信，甚至因此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部分不积极作为的姿态。北京若有意拉川普放松对台支持，这样的承诺正是一剂良方。其三，中国自身时机未到，以拖待变。我们也不能忽视可能最简单的原因，习近平原本就没打算在那几年打台湾，承诺不动武只是陈述既定事实。长期以来，北京对台策略讲究能统则统，不能统则拖。武统台湾固然是选项，但成本极高，战争一旦打响，不论胜负，中国经济都将遭受重创，国际制裁接踵而至，甚至可能与美日直接开战，风险极大。除非别无选择，否则北京更倾向于继续等待更有利的统一时机。习近平曾在讲话中提及，解决台湾问题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，但也没有给出明确最后期限。有传言称，他要求解放军在2027年前做好攻台准备，但做好准备不等于一定马上行动，这可能是一种军事下阻和威慑。北京或许认为，随着自身国力持续上升，未来几年或10几年将比现在更有把握收台。
因此对他们来说，耐心是可以负担的筹码。习近平向川普强调，我很有耐心，透露的正是这层意思。中国有的是时间，不急于一时，只要美国别搞出台湾正式独立这类踩红线的巨变，北京愿意再等等。今天不动武，不代表永远不动武，但今天不动武，可以换取日后更大的胜算。不论习近平真实想法如何，至少川普相信了这份承诺。而从结果上看，川普第一任期内确实没有发生台海战争。当然，公平地说，自1950年代台海危机以来，到现在也从未真爆发过直接的登岛战争。这未必全是某位美国总统的功劳，但川普可以主张，在他的领导下，中国虽然崛起，但有所忌惮；台湾虽面临压力，但终究安然无恙。然而，风云变幻，川普卸任后，台海局势很快就划出不同的轨迹。拜登政府延续对台军售与友好姿态，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脱口而出，若中国攻台，美军将防卫台湾。虽然白宫官员随后澄清美国政策没变，但这些话已经比过去的战略模糊更接近战略清晰。或许拜登是希望以更明确的承诺保护来吓阻北京，不让对方误判。但反过来，中国方面听了这些表态，只会更加警惕，认为美国在掏空一中原则，慢慢把台湾变成准盟友国。你可以说，两国互信已跌至谷底。在这种氛围下，北京对台动作愈发强硬，高层更频繁强调不惜一战。有人说拜登的强硬让北京狗急跳墙，但也有人说拜登是在补上过去对台支持的不足之处，展现对民主盟友的坚定。如果川普是以不可测的危险形象来让对手不敢动手，拜登尝试的则是以可信的防卫承诺来让盟友安心，敌手却步。然而，无论川普还是拜登，美国对台政策都存在一个棘手的两难：支持台湾、防止战争的同时，又不激怒北京，引爆战争。这像走钢丝一般，需要极佳的平衡技巧。川普倾向于利益交换和力量展示，拜登则倾向于价值结盟和体系对抗。路径不同，但目标一致，都不希望台海在自己任内失控。那么习近平的那句承诺，只要你在位就不打，究竟成不成立？从过去几年情势看，至少有部分应验。川普任内没开战，拜登任内也虽惊险，但尚未开战。这固然和美方遏制有关，更和北京自身的盘算息息相关。我们可以合理推测，习近平不动武的决定主要基于中国自身战略评估，包括军力是否确信必胜，国际环境是否允许，台湾内部民心走向如何等等。在这些因素上，时间大体对中国有利，军力只会越来越强，西方可能出现疲软厌战，台湾也可能出现对统一较为友善的政党重新上台，例如主张缓和两岸的在野党。因此，北京现在暂不动武是理性的，同时对川普个人给出的承诺，既能做人情，又能减少外部牵制，何乐不为？从这角度看，这句承诺的分量也许没有川普想象中那么重，它更像中国以拖待变大棋局中的一枚棋子。那川普现在把它抖露出来，对各方又意味着什么呢？有意思的是，中国官方对川普此番爆料的回应相当克制。北京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只是含蓄地回应说，台湾问题攸关中国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，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、最敏感的议题。美国政府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承诺，谨慎处理台湾问题，以维护台海和平稳定。通篇没有直接提到川普或习近平，更没有否认或证实那句不动武承诺。这番话等于重申了中国一贯立场：美方你守规矩，我们就相安无事；但若美方撑腰台湾搞分裂，我们绝不容忍。北京不愿对川普的转述做正面评价，一方面可能是不想让习近平陷入到底说没说过的尴尬争议，另一方面保持模糊也能避免对明确承诺背书，免得未来形势变化时掣肘自己。毕竟如果哪天形势逼迫北京动武，他们也不希望背上出尔反尔的骂名，所以干脆顾左右而言他，重复自己的红线即可。可以想见，习近平本人对川普将这私人对话昭告天下，心里未必痛快。
他向来强调韬光养晦、秘而不宣，而川普这般大嘴巴，或许让北京更加警惕与他打交道时的信息安全。对台湾方面而言，川普的话同样引发复杂的观感。一方面，台湾民众和政府乐见任何有利于下阻北京的因素存在。川普如果真能让习近平投鼠忌器，不敢造次，台湾当然欢迎。有人甚至戏称，是不是干脆拜托川普永远当美国总统算了。但另一方面，台湾也深知不能把命运完全寄托在他人身上，毕竟美国总统4年一任，谁也不可能永远掌权。万一川普下次卸任，习近平岂不就可能觉得机会来了？美中两强私下交易时，自身利益会否被当作筹码？川普过去的言行其实曾让某些台湾人心里打鼓。他一方面对台湾友好出售武器，另一方面又说出过台湾应该付保护费这类话，把台湾安全类比酒店的保镖服务，需要付钱买平安。这种商人式的口吻令人生疑。如果台湾付不出足够的保护费，川普会不会兴趣缺缺？此外，川普上任之初差点动摇一中政策做谈判筹码的举动，也曾让台湾舆论担忧，台湾会否哪天在美中交易桌上被送出去。虽然川普政府最终并未出卖台湾利益，反而在很多方面深化了美台关系，但川普的难以预测性是一把双面刃，对敌人是威慑，对朋友有时也是风险。台湾要的是一个可靠、一贯且愿意真心协防的伙伴，而非只把台湾当棋子和筹码的生意人。因此，台湾对川普的态度可谓既感激又保留。更何况，无论白宫谁当家，台湾自身都必须强化防卫，广结盟友，才能在风云诡谲的环境下站稳脚跟。那么，未来的台海真的如川普所言，在他任内高枕无忧吗？或许短期内是比较安全的，至少可以想见，川普重返白宫后，美中在台海问题上会形成一种互相试探又彼此克制的新平衡。习近平既然对川普做出了不动武的承诺，多半会信守，因为这符合他本就定下的谋略。目前不打，休养生息。然而这段相对和平期，同时也可能是各方加紧准备的窗口期。北京不会停止武统的长远准备，台北不会停止强化自卫的脚步，华盛顿也不会松懈对印太地区的军力部署。大家都清楚，和平并非凭空而来，而是实力与意志共同维持的脆弱平衡。川普可以炫耀他的威慑力，但真正让北京投鼠忌器的，还是美国与其盟友的军事实力，以及开战后难测的巨大代价。就算川普不在位，若美国展现坚定决心，北京一样不敢贸然动武。反过来说，即便川普在位，若有朝一日北京认定非打不可，他的一句承诺也未必挡得住战车的履带。国际关系从来不是建立在个人恩怨或私交上，而更取决于国家利益计算。再从更长远的视角审视台海问题，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关键不仅在于美国总统是谁，还取决于中国对统一的紧迫感、台湾人民的意志以及国际社会的态度等多重因素。以中国而言，统一台湾不仅是民族主义叙事，更攸关执政合法性和历史定位。习近平已进入史无前例的第3个任期，他不想把所谓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留给下一代人，这一点从官方措辞上可窥端倪。然而他也清楚，现在贸然动武胜算未必稳操，搞不好功亏一篑。因此，北京目前采取的是加大压力、下阻台独，同时争取时间的策略。一方面透过经济利诱、统战渗透，希望最终和平统一；另一方面不时展示武力，防止台湾往独立方向越走越远。台湾方面，多数民意希望维持现状，既不愿被中国吞并，也暂不冒险正式宣告独立挑衅北京。这种克制某种程度上维持了和平，但同时台湾也在强化防务，如延长义务兵役、发展飞弹和不对称战力来提高侵略门槛。美国和日本等区域盟友则以更紧密的合作部署来防范印太局势突变。可以说，各方都在为可能的暴风雨做准备，却也都希望能等到云开见月明的一天。最令人忧心的是误判与意外。当前台海看似平静，但大量军机军舰的近距离对峙，其实隐含着擦枪走火的危机。如果发生意外冲突，局势可能瞬间失控，
引发连锁反应。美国智库和军方多次推演台海冲突兵棋，结果显示，无论哪一方，在大规模冲突中都将蒙受惨痛代价。台湾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将被摧毁殆尽，中国的精锐部队和沿海城市将遭重大损失，美国和日本等介入方也难免伤亡。更可怕的是，两个拥核大国一旦卷入直接对抗，核战阴影将笼罩全球。可以说，台海之战将是攸关亚太乃至世界未来的浩劫。正因如此，理性的领导者都会三思而行。川普自是能避免这场噩梦，但即便没有川普，习近平和其他各国领袖内心也会有一把尺，不到逼不得已不愿踏出那致命一步。这不仅是恐惧对手，也是基于理性算计。现状也许不满意，但起码可控。战争一旦爆发，一切将陷入未知和失控。综合以上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川普口中的习近平承诺不犯台，既是真实发生的对话，也是国际角力的一面折射镜。它折射出川普式外交的个人色彩，崇尚私交、喜谈交易、逞强好胜，也折射出北京的战略耐心，隐忍务实，不轻易摊牌。同时，他再次提醒台湾和世界，台海和平多么仰赖大国关系的稳定，又是多么脆弱。或许川普的自信并非毫无根据，他的强硬风格短期内确实让对手有所顾忌，但长远而言，把和平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并不可靠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川普不可能永远当权，而习近平也不可能永远忍耐。一旦时与势的判断改变，今日的承诺随时可能成为明日的笑谈。对生活在台湾的2300万人来说，他们当然希望听到这样的好消息：不会打仗，没有人喜欢战争阴云笼罩的日子。这句承诺至少暂时让人松了一口气。但台湾人更明白一个道理，最可靠的保证是自己手中的实力和全世界对和平的共同守护。外交上，台湾将继续争取美国跨党派的支持，以及日本、欧洲等理念相近国家的声援。军事上，台湾得持续壮大防卫力量，让任何侵略者都需要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。内政上，台湾需要团结一致，不被恐惧或利诱所击垮。只有自己足够强大，外来援助才更可信，和平机会才更大。川普也好，拜登也罢，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再重要，也代替不了台湾人民自己的抉择和努力。最后，我们不妨做一个未来的想象，假如川普这一任期内，台海继续维持不战不和的紧张和平，而2027年前后，中国军力完成现代化升级，2028年美国又迎来新一轮大选，全球格局可能出现新的不确定。那时候的习近平还会坚持他对川普说的耐心吗？如果川普卸任，新总统未必继承他的路线，北京会不会认为那是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的窗口期？这种推演并非危言耸听，我们从现在就能看到端倪。北京近期在加强战备的同时，也积极拉拢国际盟友，加深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，显然在为可能的冲突布局。而美国不分共和民主两党，对抗中国扩张、保障台海安全的共识日趋强烈，各种先进武器和作战构想正围绕台海酝酿。种种迹象预示着，台海问题或许终将迎来一场终局对决，只是时间早晚问题。我们期盼这天永远不会到来。就像剑桥历史学者凯南所说，历史没有必然的宿命，只有人为的选择。只要各方选择理性克制，多一点安全阀与对话渠道，战争就不是无可避免的命运。总而言之，川普爆料的习近平不会打台湾，为整个台海议题增添了一份戏剧性。但我们在欣慰于这暂时的和平保证时，也要看清其有限性和条件性。台海的稳定不会也不应该仅仅系于某一两位领袖的私人约定，而应建立在更坚实的制度化基础和相互尊重之上。未来，无论是川习之间可能再次碰头较量，还是拜登或其他美国领导人接手，都需要持续努力管控分歧，增信事宜。对北京而言，不轻启战端符合其长远利益；对华盛顿而言，维持可信的威慑才能防止冲突；对台北而言，小心应对，不挑衅是生存之道。三方在刀尖起舞，唯有步步谨慎，
才能避免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或许川普的支持者会坚信，唯有川普能让习近平服软，而他的反对者则嗤之以鼻，认为他太过天真，轻信强人。但抛开这些政治纷争不谈，我们冷静审视台海问题，可以发现一个简单而残酷的现实：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，它需要实力撑腰，也需要智慧经营。一句承诺可以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，却不会是历史车轮的刹车。决定台海命运的将是实力的消长、意志的较量，以及关键时刻领袖们的抉择。希望那一刻来临时，各方都能记得此刻对和平的期许与珍惜，不让台海这颗隐伏的火药桶真正被点燃。毕竟，无论是美国、中国还是台湾，没有人会是那场浩劫的赢家。现在的短暂宁静弥足珍贵，我们当祈愿理性终将战胜冲动，让这份宁静长久地维持下去，不再需要寄望于某个人的在任保证，而是靠所有人的努力来换取真正的长久和平。